冒险跟探险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当面对未知，你有勇气走向第一步，那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。所以冒险这件事情很好玩，它要怎么走向探险？那它需要有一个好的学习路径。我其实很想要给大家一个鼓励，就是大家很多在座都会觉得说，哦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啊，我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我觉得你从来就不需要对你的人生去做一个设限。我也曾经受过很严重的伤，但是既然我都能够经过这么大的伤，然后我就是继续往前走到我现在还是一样可以游这么长的距离，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给大家的一个鼓励。很多人会以为爬山好像就一定要到顶，但实际上过程才是最重要的。很多大人都会一直带小孩说啊，你就是要顶顶啊，你就是要去山顶啊。但是我带幼稚园的，我带国中小的，他根本不 care， 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到山顶？山顶又不好玩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我们户外教育里面，大人或是这些团体要去反思，到底是要带他去山顶，还是要给予这路程中可以学到的东西。就我们从小的教育比较被教育说，哦，海边很危险嘛，不要去海边。但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并不存在绝对的危险或者是安全，任何的事情它都是有风险的，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学习去控管这个所谓的风险。说海峡泳渡其实它的困难点不只是身体上的，它很多是心理层面上的，就是你跟你自己的一个对话，还有你有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些所谓的困难。那这个也是我们台湾的海边的一个标语，在国外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子的东西。我觉得不应该是用所谓禁止的方式去做这么一件事情，而是教大家所谓风险的控管，去教育大家，然后教大家一方面是有所谓对自己安全负责的一个心态。我觉得全世界有很多的值得去探索的事情，那不见得只是在这个7个海峡里面，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它是一个整个很大的人生的观念，你不需要去设限任何的事情。我们常常会理解让世界看台湾，还是我们要去看世界？其实这世界走了很远，世界很大，对。那我是不太喜欢让自己局限于只是自己。对，还是我们会从另外一个定位，这是从世界再看到我们，对啊，这个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。台湾人好像一定要成功，我们好像一直害怕犯错这件事情。小孩子要去玩沙，我们就不行，那很脏，要去爬树，不行，那很危险啊。那小孩子其实他没有机会犯错。对，所以他在成长过程中，我们一直在限制他，最后我们还设定给小孩说，你一定要爬完，你要考100分，你要爬完百岳，你要干嘛？那小孩子马上会觉得，我为什么我要做这些？就是好像可能不是我的兴趣。那他在做的时候，他就会不稳定啊，不稳定，他可能一下子就挫折，那一下子挫折之后，他就不敢了。对，那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，那小孩子就会越来越，我们的下一代跟下一代就会越来越没有机会长出自己的样子。我一直都是一个会把自己准备好的人，我并不是说设定了一个很遥远的目标，然后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达到，而是我设定一个目标，我就会计划它，然后做好我自己的准备，那以应对就是所有的这些所谓可能出现的乱流。我的好处是我比较会很现实，就是当下我能做的我就做，我能帮忙我就尽量帮忙。但是当我没办法的，我就会觉得 OK， 那就只能这样，因为生命很常会遇到，就只能这样。意外嘛，意外总是就是未来，对。但是我只能带着他们的信念继续往前，对。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，那你要坚定一条你自己的道路。那会觉得 OK， 反正这就是你一直活着，然后你一直累积故事，然后把这个力量分享给更多人，那我们就会集结更大的力量，然后就会勇气一直往前走这样子。